天公司迎来第100名正式员工，为了庆祝公司人数破百，领导特意安排了下午茶。就在姐妹们疯狂对着下午茶拍照发朋友圈时，公司群弹出一条诡异的匿名消息：请每位玩家随机挑选1杯奶茶并饮用，请注意，100杯奶茶中有20杯含有剧毒，本轮游戏淘汰人数20人。收到消息的那一秒，大家先是一愣，然后面面相觑。有病吧？这是谁发的？还20杯有剧毒，真晦气！被他这么一说，我都不敢喝这些奶茶了。办公室里议论纷纷，但是确实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拿奶茶喝。游戏限时30分钟，没有在规定时间内饮用奶茶的玩家，后果自负。匿名消息继续发送，还放出了一张送外卖的某团大哥倒在血泊中的图片，一把刀直直插入了他的后背。我去，死人啦！真的假的？天哪，是真的！这个大哥就是经常给我们公司送外卖的大哥，我还加过他微信。燕姐天天点外卖，她认出了图片中被刺的就是真的外卖大哥。一时间议论声纷纷，大家被这突发情况吓到了。大家都别动，我先报警，让警察把这个神经病揪出来。老胡作为司机组组长，义愤填膺，就要拿起手机报警。老胡最近换了新手机，操作起来果然更流畅。大家换新后，旧的都怎么处理的？像我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平板、笔记本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那台小米14还卖了3200多，躺在家里就把手机给卖了，特别省心。要我说趁着这机还值钱，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叮咚，游戏规则：不许报警，不许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所有玩家必须遵守游戏发布者的一切指令，违反指令者死。游戏发布者为防止玩家不配合游戏开展，第1轮游戏规则正式变更。各位玩家今天吃的午餐已经被下了剧毒，离毒发身亡只剩25分钟。100杯奶茶中有80杯含有解药，请每位玩家随机挑选1杯奶茶并饮用。注意，本轮游戏每人限拿1杯，本轮游戏淘汰人数20人。办公室一瞬间安静了下来，鸦雀无声，大家都紧紧盯着手机屏幕，努力消化这些匿名消息中巨大的信息量。我们真的被下毒了，这人一定是个疯子啊！他真的杀了外卖大哥，所以他说的下毒也肯定是真的。我们完了！办公室里顿时炸开了锅。那还犹豫啥？赶紧喝解药吧！但是解药只有80杯，而我们有100人，瞬间有一波人冲上前去抢奶茶。酱汁，我们也去喝吧，去晚了，等下解药就要被抢完了。我的好闺蜜小美颤抖着说道。我努力平复着内心的不安。如果匿名消息是真的，随机80%的奶茶含有解药，那么按照概率统计学来说，先拿后拿其实没有区别。虽说如此，但我们不敢怠慢，只能按照匿名消息指令的那样，走上前各自挑选了1杯奶茶。我选了1杯抹茶奶绿，就这几秒钟功夫，有的人已经把奶茶一饮而尽。坐我隔壁工位的刘波就已经喝完了自己的奶茶，同时他的脸上露出了近乎疯癫的表情。20%应该不会落到我头上吧？不行不行，我还年轻，我绝对不能死，实在不行我在。刘波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抬起头贪婪地盯着我手里的奶茶。规则说了，1人1杯，你多喝了也是违反规则，一样死路一条。我冷冷看了刘波一眼，冰冷的话语直接把他打了回去。此时公司宣传部的夏哥义愤填膺地喊道：我反正不信这个邪，这就是个变态恶作剧，我绝对不喝。有几个中年同事也纷纷附和，他们选择干瞪着眼坐在工位上，愣是不喝奶茶。时间1分1秒过去，办公室里的气氛简直压抑到了极点，无人交谈，只有秒针跳动的声音，滴答滴答，大家都在忍受着漫长的半小时煎熬。小美看了看自己的手机，率先打破了办公室里的死寂。半小时时间好像到了，所以根本没有人死啊！哈哈哈，我早就说过这是个恶作剧。夏哥开怀大笑起来，一手抹去额头上布满的冷汗。办公室各个角落也都传出了松气的声音和稀稀拉拉的笑声。砰咚，夏哥突然浑身抽搐，倒在了地上，接着又接连传出一阵阵倒地的闷响。办公室不同位置纷纷有人摔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他们一个个都口吐白沫，双手紧紧抓着自己的脖子，仿佛窒息了一般。他们的眼珠都异常突出，像是下一秒就要从眼眶中被挤爆出来，狰狞无比。老胡慌忙走上前，用2根手指挡在夏哥的人中处，尝试去摸夏哥的鼻息。片刻后，他震惊地抬起头，老夏死了。所有人呆住了，大家都不敢相信，中午还在一起说笑打闹的同事，现在竟然暴毙了。恭喜大家通过第1轮游戏，经游戏发布者统计，本轮游戏淘汰人数27人，其中未遵守游戏规则人数8人。大家看向长桌，8杯奶茶孤零零地摆放在长桌上。是谁干的？给老子站出来！老胡忍不住爆发出怒吼。你们看群人数。有同事发现群人数突然从100变成了73，大家都恐惧极了。究竟是谁在操控这场变态的杀人游戏？是我们公司内部的同事吗？还是来自外部的杀人狂魔？司特意安排的下午茶竟然成了恐怖的杀人游戏。100杯奶茶中有20杯含有剧毒，喝了毒奶茶的员工全都一命呜呼。
第一轮游戏结束后，群里再次发来了匿名消息。温馨提示：刚才各位玩家所喝的解药只能短暂延缓毒性发作，接下来只有完成每一轮游戏，方能解锁本轮延缓毒性发作的解药。大家冷汗直冒，因为匿名消息总是能够精准在正确的时间点发送，说明杀人狂魔正在盯着我们。各位玩家可以自行查看位置下方的解药箱。我顺着自己的办公椅向下一摸，竟然真的摸到了一个小箱子。这是一个上了锁的小箱子，是那种只能远程解锁的电子锁。我摇了摇小箱子，里面发出一阵东西撞击的闷响，似乎装满了东西。来不及细想，匿名消息继续发送。第二轮游戏，剩余73名玩家请自行组队，每队人数1至10人不等。本轮游戏淘汰人数随机。如果上一轮是确定的20%死亡率，那么下一轮的死亡率将不得而知，可能是20人，也可能是50人，甚至可能全军覆没。大家看到消息只能起身组队，大多是先联系自己平日里关系不错的同事。小美走到我跟前，酱汁，我们组一队吧。好，这个游戏目前不确定是人数多占优还是人数少占优，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选一个不多不少的人数完成组队。于是我又拉拢了身强力壮的男同事老胡以及新同事小刘。叮咚，规则发布了，恭喜所有玩家组队成功。现在公布游戏规则，每组最终需凑足10根手指，摆成一圈爱心并拍照即可完成本轮通关，不限制每个玩家切手指数量的上限和下限。游戏限时30分钟。我去切手指。老胡忍不住破口大骂，但此时办公室里更多的则是因为害怕而发出的啜泣声。没想到才第2个游戏就已经到了这么丧心病狂的地步，小美已经崩溃到哭泣，小刘默不作声，手不住的发抖。再看其他组，那些一个人组队的同事已经开始抓着自己的头发陷入癫狂，因为对于他们来说，10根手指就是自己的全部手指，而10个人组队的同事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他们人均只需要切下1根手指，就能把损失降低到最低。接下来，办公室各个角落都接连传来了剧痛的惨叫声和撕心裂肺的哭嚎声。我看了眼我们组的同事，要不我们也开始吧？老胡沉默了一阵说：“我先切3根，剩下7根你们平分吧，快点吧，时间不多了，距离结束还剩15分钟。”此时，办公室里各个角落的哀嚎声和见血声仍然没有停止，还有刀疯狂砍在桌子上发出的猛烈撞击声。隔壁组甚至出现了暴力砍手的情况，几个强壮的男同事分别按住一个瘦弱男生的手臂，然后不顾对方强烈反抗和撕心裂肺的哀嚎，直接硬生生把对方的几根手指砍了下来。老胡此时已经颤抖着把刀缓缓举过头顶，然后把左手贴在桌子边。突然，他好像下定决心一般，疯狂把刀挥下。下一秒，我把老胡的手臂牢牢抓住。我有办法了，这个规则的唯一漏洞就在于他没有要求必须是本组玩家的手指。老胡眼睛突然一亮，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把已经死去的同事的10根手指收集起来，完成拍照任务。哈哈，对呀。小刘顿时激动起来，我去处理吧。老胡拿着水果刀起身，走向了夏哥的尸体。过了几分钟，老胡拿来了10根鲜切手指，我们把10根手指摆成了一个爱心形状，拍了一张照片上传群聊，匿名消息立刻弹出：恭喜你们组完成本轮游戏。随着我们组完成任务，更多组还没切手指的同事纷纷效仿，地上的尸体被物尽其用。30分钟时间到，匿名消息再次发送：恭喜大家通过第2轮游戏，本轮游戏淘汰人数18人。这18名同事大多是因为切手指流血过多而死的，公司群的剩余人数也随之变成了55。药箱开启，小箱子里面是一粒橙黄色的小药丸，以及一个更小一点的小箱子，就像俄罗斯套娃那般静静躺在箱子里。我第一时间把药丸吞进了嘴里，然后我把里面的更小一点的箱子拿了出来。我突然打了个激灵，这种套娃箱子的恐怖之处就在于让人捉摸不透里面还有多少个小箱子，以及后面一共还有多少轮游戏，可能还有3个或者更多个。躺进医院的病床，一阵喇叭声突然响起：欢迎来到鬼畜医院，请遵循以下规则：1、你们接下来要完成5个科室的考验，失败者将被淹死在福尔马林中。2、请不要伤害科室内的医生，否则将当场死亡。3、不要戴医生递过来的口罩。4、只有全部项目完成之后，才能活着离开医院。目前存活人数20人，生存游戏正式开始，请前往2楼迎接第1个科室的考验。话音刚落，病房的房门自动打开，我带着疑惑和不解缓缓走上2楼。此时2楼狭窄的走廊里已经挤满了人，每个人的神情都有些慌张。走廊上方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病毒检验与防疫科。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护士走了出来。各位病人你们好，欢迎来到第1科室。众所周知，病毒的检验与防疫是医学中最重要的事。我身后有2款疫苗，左边为蓝色疫苗，右边为红色疫苗。请注意，大家要选择出正确的疫苗，打到正确的位置上。每个人限时1分钟。帅哥，你先来吧。女护士抬手指了指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小伙害怕走上前，对于2款疫苗的选择也是十分纠结。眼看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分钟，女护士凶狠地催促道：选好了吗？
要不然我来帮你选吧。此时的小伙早已汗流浃背，声音有点发颤。我选蓝色，蓝色是我的幸运色。女护士立即拿起一支蓝色的疫苗给小伙递了过去，请你自己注射疫苗。小伙咬紧牙关，猛地朝自己的大腿扎了下去。此时走廊里的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小伙的结果，可疫苗注射进身体后，仅仅过了3秒，小伙立马浑身抽搐起来。最近换了新手机，看视频果然更清晰。大家换新后，旧的都怎么处理的？像我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相机、手表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那台 iPhone 14还卖了2300多，躺在家里就把手机给卖了，特别省心。要我说趁着就期还值钱，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甚至来不及呼救便倒地不起。然而女护士却哈哈大笑起来，嘻嘻，真好玩，你选错了，下一个。接着她伸手指向另一位女子，女子走上前对着女护士小声地说道：我选择红色。因为按着正常的逻辑，现在大家都会默认蓝色的疫苗是错误的，红色疫苗才是安全的，所以女子的选择也是大部分人的想法。女子算是有点常识，接过疫苗犹豫了一下，然后咬牙注射进了自己的手臂。就在大家以为女孩的选择是正确时，女孩刚走出一步，身体突然僵住，接着身体同样抽搐起来。女孩也选错了。此时的众人全都陷入懵逼的状态，因为两人的惨状表明蓝色不对，红色疫苗也不对，该怎样做才能顺利通过呢？就在大家沉思之时，女护士再次开始了点人，这一次竟然点到了我。待我走到跟前，女护士笑嘻嘻地问道：你选蓝色还是红色？我选蓝色。女护士将蓝色的疫苗递了过来。好的，请你自己注射疫苗。就在我准备放手一搏时，抬眼间我注意到了疫苗后面的墙上有2个大字，蓝色疫苗后边的是左，红色疫苗的后面是右。而前边的2人用付出生命的代价告诉我们，2种疫苗好像都是错误的，但是他们注射的部位并不同。第一位小伙选择的是蓝色，但注射的右腿；第二位女子选择的是红色，却注射的是左臂。也就是说，疫苗的选择并不重要。正如女护士所说，要把正确的疫苗打到正确的位置才是关键。蓝色疫苗对应的是左，要打在左手或者左腿上；红色疫苗对应的是右，要打在右手或者右腿上。想到这儿，我立马将蓝色疫苗冲着我的左手打了进去。之后我紧闭双眼，期盼着我的分析是正确的。果然不出我所料，时间过去了5秒钟，我还活着，我选对了。这时女护士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恭喜你顺利通过。有了我的前车之鉴，后边的人都开始照抄起来，做跟我同样的选择，扎同样的部位。几分钟的时间，大家便顺利通过了这关。这时喇叭声再次响起，恭喜你们过关，目前存活人数18人，生存游戏挑战升级，请前往3楼迎接放射科室的考验。3楼的空间明显比2楼宽敞了不少，在正中央，一台硕大的机器矗立着，旁边站着一位男护士。当他见到我们时，笑嘻嘻地说起了规则。想必各位都做过 CT， 这一轮的考验十分简单。我身旁是一台新型放射机，它能够放射出温度高达500度的激光，只要诸位能在这激光的照射下坚持30秒，就算过关。听到这里，在场的10几号人立马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别说是500度，哪怕是被100度的开水烫一下，皮肤都会瞬间掉层皮，更何况是500度，这简直就是让大家去送死啊！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身子不自觉地往后缩，生怕被男护士第一个指到。请大家保持安静，不要喧哗，不要乱动。考验正式开始，下面开始点名，请听到名字的人依次进行挑战。如果听到名字不出来者嘎。果然我们的心思早已被男护士看穿，这次竟然换成了点名。男护士高声说道：第一位坤坤，请到放射机内接受检查。什么？人群中听到自己名字的小伙惊声喊道，身体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可男护士根本没给小伙多余思考的时间，再次催促道：请坤坤到放射机内接受检查。小伙这才回过神来，鼓起勇气走进了机器中。随着机器门缓缓关闭，一阵刺耳的机械运转声骤然响起，30秒的倒计时也开始跳动。当那道激光渐渐靠近，小伙吓得大声尖叫：救命呀，好热！然而男护士丝毫没有理会小伙，反而笑得更加肆意。只见那道激光缓缓扫过小伙的全身，小伙的身体瞬间化作成焦炭。整个3楼的大厅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烧焦味，众人全都被眼前这恐怖的景象吓呆了。可男护士却依旧笑嘻嘻地喊道：坤坤 out， 有请第2位张漂亮到放射机接受检查。可这次男护士喊完名字许久，人群中都不见张漂亮的身影，只见男护士再次喊了一声：请张漂亮到放射机接受检查。人群中依旧不见有人站出来，男护士轻轻一笑，说道：我宣布张漂亮 out。接着人群中一个女人应声倒地，看来这个女人妄图挑战权威，坚持不站出来，可下场依旧是死。接着男护士继续开始点名，下一位雷小燕，请到放射机接受检查。有了张漂亮的惨死警示，李小燕这次主动了许多，没有丝毫犹豫地走进了机器。随着倒计时开始，那道炽热的激光再次缓缓袭来，李小燕迅速挪动身体试图躲闪过去，可下一秒激光射线迅速变粗，一阵惨叫声再次传来。看到李小燕的死状，我吓得双腿发软。就在这时，一个女孩轻轻拍了下我的肩膀：你好，我叫青青，
我想我们可以合作一下。你好，我叫酱汁，什么合作？第一关的时候，多亏你找对了方法，我们才得以通过。而正好我知道这关的通关方法。什么方法？与此同时，男护士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下一位，请青青到放射机内接受检查。青青对我比了个静音的手势，说道：“不要乱动。”接着他缓缓走进了机器，随着一阵机器运转声，30秒倒计时开始跳动。只见青青闭上眼，仿佛坦然面对一般，任由激光缓缓扫过自己的身体。随着倒计时结束，青青竟然成功通关了。不知情的众人开始议论纷纷。为什么？他怎么过关的？谁知道呢？靠的运气嘛。而只有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男护士继续点名：下一位，小美；下一位，宋宝宝。陆陆续续进去了好几位，有的人模仿青青成功过了关，但有的人依旧变成了黑炭。下一位，酱汁。终于到我了，我走进机器，同样和青青一般紧闭双眼，伴随着倒计时开始，一阵炽热的激光扫过我的腿部。激光虽然炽热，但身体还算能够承受。而通关的奥秘就在这里。男护士在点名前说过，要保持安静，不要乱动。也就是说，只要大家按照要求去做，激光的温度刚好是人体能够承受的极限。只要大家一有动作或者发出声音，温度就会迅速飙升到500度。其实通关的秘密就藏在男护士的话中，只不过大家在面对高温的恐惧时，不是忘掉这句话，就是忍不住的大喊或者躲避，所以就会触犯规则。倒计时结束，我通关成功，再次见到了青青。你真厉害，我可以跟你合作。此时喇叭声音再次响起，目前存活人数13人，生存游戏挑战继续，请前往4楼迎接下一个科室的考验。来到4楼，我发现这一层装饰比较独特，无论是墙壁上还是天花板上，都装着密密麻麻的管道。而大厅的正中央竖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呼吸科3个大字。这时大厅里来了2位推着医护车的护士，医护车上分别装的是防毒面罩和瓶装水。此时喇叭声响起，欢迎大家来到呼吸科。在这场考验开始之前，我特地为你们准备了2种物资，你们有1分钟的时间补给，切记每个人只能选择1款物资，不选或者多选者嘎。话音刚落，人群中又开始议论纷纷起来。因为根据前2轮的经验，这2种物资必定直接关系到大家的生死，所以大家对于这个选择都比较纠结。我也是如此，小声地询问青青：防毒面罩和矿泉水，我们选择什么？青青则冷静地分析道：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关是呼吸科，肯定要选择与其相关的防毒面罩，胜算更大一些。可是什么？我疑惑地问道。我觉得这一关并不是只有选择这么简单，但好在我们是2个人。这样吧，我们1人选择1样东西，这样一来我们的胜算更大一些。好，那就听你的。于是在1分钟倒计时结束后，我和青青各自拿了一个防毒面罩和1瓶水。而在场的大部分人考虑到呼吸科的因素，大多都选择了防毒面罩，仅有少部分口渴的人选择了矿泉水。随着2名护士的撤离，喇叭声再次响起，看来大家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下面进行人体毒气测试。话音刚落，墙壁上管子开始喷射毒气，接着天花板上的管子也喷射起来，整个大厅瞬间变得烟雾缭绕，10几号人被呛得开始咳嗽起来。几个选择防毒面罩的人开始庆幸，原来这一关是毒气考验，我就知道防毒面罩最有用，幸好选对了。说完，他们就把面罩戴在脸上。我拿起手中的防毒面罩，然后看向青青。青青，怎么办？我们只有1个面罩。青青则比较淡定，先别着急，你看防毒面罩有些不对劲。我转头看向刚才那几位戴面罩的人，发现他们一个个表情变得狰狞起来，像是挣扎着想要极力摘下面罩，可面罩就像是狗皮膏药般死死地贴在他们的脸上。不一会，那几个人便倒地不起。看到这一幕，人群开始变得杂乱起来，吓得很多人把手中的防毒面罩直接扔在地上，不敢再戴。我问青青，这是怎么回事？青青看了一眼我手中的防毒面罩，沉思一会说道：你还记不记得总规则里说过，不要戴医生递过来的口罩，而防毒面罩是属于口罩的一种，所以一旦戴上就无法摘下来，并且你看这防毒面罩是没有换气孔的，他们是被活活憋死的。原来是这样，可是这一关该怎么通过呢？此时大厅里的毒雾越来越浓，有人认为那瓶矿泉水是解药，便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可是不一会还是倒在了毒雾中。既然这瓶水不是解药，那只能这样做了。说着轻轻撕下一部分衣服，然后倒上矿泉水充当湿毛巾。无论是什么有毒气体，只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都可以尽量减少毒气的摄入，或许这样我们可以扛到毒雾结束。听完我也赶紧撕下衣服，倒上矿泉水捂住了口鼻，而剩余的众人也纷纷效仿起来，有水的倒水，没有水的直接用尿，毕竟保命要紧。终于在我们将要到达人体承受极限时，毒气停止了喷射，毒雾也缓缓散去，喇叭声再次响起。恭喜你们成功通过呼吸科的考验，目前存活人数9人，生存游戏挑战继续，请前往5楼迎接下一科室的考验。相比于其他楼层，5楼有些昏暗，头顶上的吊灯好像也有问题，在一直不停地闪烁着，而墙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蜘蛛网，像是已经很久都没人来过了。
大厅的正中央有一座石桥，石桥下面则是浓稠的酸液，看着非常瘆人。就在众人对此次关卡疑惑之际，刺耳的喇叭声再次响起。欢迎大家来到血液科，这一关的考验十分简单，只要你们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到达桥对面，就算过关。但是你们的血液则是他们最喜欢的食物，请大家做好防护，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再做出行动。我宣布，5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他们指的是什么？就在众人一脸懵逼的时候，一个人喊道：“快看上面！”我们这才发现，一只只毒蛛吊着蛛丝从天花板上落了下来。它们的体型不仅超出普通蜘蛛的好几倍，嘴上还长着锋利的獠牙，看着十分吓人。原来它们就是指的这些毒蛛。这些毒蛛缓缓降落，正好悬停在石桥上方的位置，像是这座桥梁的守护员。人群中有人喊道：“趁着他们还没行动，我们赶紧跑过去。”可谁也没想到，一个人刚踏上石桥，一只毒蛛突然以闪电般的速度咬住那个人，那人疼得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没一会的功夫就被毒蛛吸干了血液，变成了一具干尸。这一幕彻底把众人吓傻了，众人再也不敢贸然行动。眼看时间只剩下3分钟，又有人站出来说道：“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我发现这些毒蛛都是吊在半空的，那就说明它们不会到地面上来，也许趴在地上爬行能通过去。”说完，他就率先向前测试。果然，一开始的时候，毒蛛并没有直接攻击他，可是刚往前挪动了一个身位的位置，他不知是触发了什么机关，突然一只毒蛛直接扑到他的脸上。几秒后，那个人也变成了一具干尸。眼看匍匐前进的方法失败，有人开始失去耐心。我去，这也不行！难道这关真的无解吗？我跟你们这些畜生拼了！说着，他拿起一旁的扫把便冲了过去，准备和这些毒蛛硬刚。可他也为他盲目冲动的行为付出了代价，结果被几只毒蛛围殴，最后连尸体都没有剩下。眼看时间又过去了1分钟，大家都有点着急。怎么办呀？难道我们等死吗？如果说桥上行不通，那说明我们可以走水路，水路肯定是安全的。好像有道理。话落，这两人便冲进了桥下的酸液里，可刚跳下去，他们就后悔了，因为酸液迅速将他们的身体腐蚀，他们只能拼命地挣扎呼喊，可如今谁也救不了他们，他们只能看着自己被酸液无情地腐蚀掉。眼看时间所剩无几，我也有些沉不住气，打算鼓起勇气和这些毒蛛殊死一搏，却被一旁的女孩抓住了手臂。等一下，这样是过不去的，我们要等灯灭了再行动。我身旁的青青瞬间恍然大悟，我明白了，这些毒蛛与普通的蜘蛛不同，它们的视线有问题，它们无法在黑暗中看清猎物，所以只能在有光的时候行动，并且通过前几人的死状来看，这些毒蛛好像只会攻击会动的物体，怪不得这里的灯光忽暗忽明，原来通关的诀窍就在这。眼看时间只剩下1分钟，于是我们3人立马跑到桥上，灯光闪烁的频率大概是1秒半。我们3人一边默念一边前行，只要灯光一黑，我们就前进；只要灯光一亮，我们就停在原地不动。在倒计时将要结束之前，我们3人终于顺利地到达了桥对面。我也得知了这个女孩的名字叫小美。就在我们3人庆幸之时，喇叭声再次响起：“恭喜你们3位成功通过血液科的考验，请前往6楼迎接终极考验。只有顺利通过终极考验者，才可以活着离开医院。” 6楼是整座楼的天台，在这可以看到头顶昏暗的天空。虽然只有6楼，但从天台往下看，竟然是看不见底的深渊，令人头晕目眩。这真的是6层楼的高度吗？欢迎3位来到眼科迎接终极考验。我身后是一个空中悬梯，它连接着离开这所医院的出口。只要你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强大的毅力，爬满10万级台阶，你们就可以获得自由。当然，你们也可以选择放弃。如果放弃的话，那你们就可以留在这里，成为这所医院的规则管理者。请你们自行选择。我们3人相互对视一眼，青青率先说道：“我选择继续，我不想留在这里。你们呢？”我也是，我还有家人，我要回家，离开这个鬼地方。我也是。不错，既然你们已经做出了选择，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终极考验吧。我会在楼梯的终点等待着你们。说完，那个护士便原地消失了。于是我们3人便开始爬楼梯，一边数一边爬，每个人都为了离开这里拼尽了所有力气。然而每爬上一阶楼梯，后边的楼梯就消失一截。青青有点吃惊，看来最后一关确实有些难度，我们现在根本没有退路，只能不断往前。小美应和道：“是呀，我们这才刚爬了300阶，距离10万的目标差得还远呢，我们一定要撑住啊！”在3人的互相鼓励下，我们又继续往上爬，直到爬到1800阶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累得不行了。3人瘫坐在楼梯上，大口大口的喘气，汗也止不住的往下流。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估计我们还没爬满10万阶台阶，就会累死在半途中。就算不累死，也会一点一点脱水渴死的。那该怎么办呢？目前来看，这一关没有任何诀窍，好像就是体力活。从前几关挑战来看，每一关都不会是死路，这次肯定也不例外。大家仔细想想，一定可以找到通关的信息。会不会与眼科有关？突然我眼前一亮，
我知道了。如果说与眼科有关，我能想到与这一关有关的信息，那就是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幻象。你们还记不记得在天台的时候，6层楼的高度几乎深不见底，按着正常的楼层高度，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猜测，这里的一切应该都是我们眼睛的幻觉。青青也冷静分析道，说的有道理，更何况让一个普通人一口气爬满10万阶台阶，根本是不可能的。楼梯的终点也不一定是离开这里的出口，估计那个男护士想让我们累死在半途中。那这次我们该如何通关呢？小美疑惑地问道。如果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幻觉，就好比我们睡觉时产生的梦境，也许只有让自己的身体清醒过来，我们才能解除梦境了。那我们从这里跳下去吧。一般从高处坠落可以让一个人从梦里醒过来，既然楼梯爬不上去，想要离开这里，就只能这样去大胆尝试了。那我们就拼了！说着，我们3人紧握着彼此，然后嘴里一起喊道：1、2、3，跳！接着我们便从楼梯上向下坠去。再次睁开眼，一位护士惊讶地喊道：奇迹啊，你竟然醒过来了！我问护士：这里发生了什么？是这样的，你之前已经是肺癌晚期了，为了营救你们，医院给每一位癌症患者注射了一种新型的药剂，被注射的人会陷入昏迷，进入一个精神世界，也就是规则怪谈世界，只有通过考验才能再次苏醒过来。这一次的实验中，加上你竟然有3人奇迹般的苏醒了，你们真是太幸运了。而现在也意味着你的身体完全康复了。听到着，我沉重的心情终于放下，嘴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